台北市议会在今年的11月10日通过了不排户发放重阳敬老金的议案。为了坚持财政聚力、永续发展的政治理念，我们提出了复议，议会将在于今日表决。本来议会应该让我去议会报告，完整的说明政策的立场之后才做表决，但是很遗憾的，他们不让我去议会报告，只求迅速通过法案，甚至法律明白规定，复议的时候必须无记名投票，但是他们不准议员依照自己的良心去投票，甚至以甲级动员，以各种方式要求议员亮票，企图以党意碾压民意。所以，我只好选择今天站在这里，对所有市民报告，为什么我们坚持反对补发重阳敬老金。首先，我要先说明，台北市政府不是没有发重阳敬老金，对于低收入、中低收入的长者，其实我们是有发放重阳敬老金的，我们只是反对不分青红皂白，不分有钱没钱，不排户的齐头式的普遍发放重阳敬老金。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，在我上任的时候是14% 的，到现在已经达到了19.9% 的，预计再过几个月会超过20%。这表示5位市民当中就有1位是我们的长者，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照顾的对象。这个数字也意味着，年轻人的负担将会越来越重，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人生打拼，也要照顾子女，也要照顾家中的父母及长辈，这就是所谓的三明治世代。他们很可能无法只靠自己的力量来应付这个压力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老人社会福利系统，打造一个对长者友善的城市，不仅让长者可以健康的生活，也让三明治世代的压力可以减轻。从我上任到现在，社会局的老人福利预算从46亿增加到69亿，增加了23亿。如果再把交通局、民政局、教育局、劳动局的老人预算也加进去，其实在这过去的7年当中，台北市政府用在老人福利的预算增加了33亿。社区关怀据点从2015年的187处增加到现在的552处，居家服务从18家增加到现在的120家，家庭责任医师整合照顾计划让医师可以到宅去访视这些老人，日间照顾中心从16家增长到了38家，老人的健保补助从16亿增加到31亿，整整增加了15亿的预算。目前涉及在台北市的长者大概90%都可以领到健保的补助。事实上，随着人口的老化以及健保费的增加，用在老人健保补助的预算想必会继续上升。每年给长者1500元是最简单的，但是要让所有的长者可以得到健保的保护，这才是更重要的。也有在美国的经验，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，但是没有健保覆盖的人口相当多，有上千万。常常我们这些长者给他1500块，他也不见得会自己用，也许被孙子要谁用去，结果他们就没有去缴健保费，因此感冒不会去看，常常到医院都是肺炎，高血压不会去看病，到医院都是中风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就算有钱，也是要先 cover， 要先覆盖这些老人的健保的保护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钱应该花在刀口上面，更何况这是国家的钱。活动要活就要动，我们鼓励长者出外活动，所以我们目前每个月敬老卡有480天，可以用在计程车、捷运、公车、U-Bike、猫缆，让老人可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。现在还可以用在运动中心，每一次很多项目一次可以补贴50块。我们希望老人可以出外活动，也可以增加运动，来让他们更好的健康。我们鼓励终身学习和英法就业，每年的预算有4200万。肺炎是台湾第3大死因，所以我们让长者来接种肺炎链球菌的疫苗，在台北已经打了15万人。台北市目前65岁到70岁的人口有62% 的都已经打过了
肺炎链球菌的疫苗。我们推动数位化，去年3倍券，全台湾90% 的人民是用领取纸本的3倍券。我们台北市有将近40% 的长者是用绑定悠游卡来领取3倍券。这7年来，我们没有减少老人的社会福利预算，反而增加了33亿，持续打造台北的长者照顾基础建设。这些数字不是天方夜谭，它是真实发生在台北。我也相信台北的改变一定在日后会影响全台湾。我先来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市民朋友叫阿正，他在39岁那年就中风了，他的父母就早双亡，所以他是由他哥哥照顾。他是住在大同区一个老旧公寓的2楼，那个公寓没有电梯，所以自从他中风以后，他有整整15年没有办法下楼梯。有一天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我问他说：“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”他说他已经15年没有下过楼梯了，没有到对面去看过。他每天就隔着窗子看对面那个小公园。他说他希望可以去里长的家里唱一首《爱拼才会赢》。后来呢，我们为了要完成他的愿望，也从这个 case 我们开始思考说，到底台北市的社会福利系统应当要怎么做。后来我们找了几个大男生把他扛下那个公寓的楼梯。15年来，他第一次看到外面的风景，激动的哭了。现在，我们可以对他提供居家医疗，医师可以到家里去看他。我们有复健师可以帮他复健，我们还有各管师在看着他。甚至我们为了这种病人成立一个烂群组，包含了他的家人、医师、各管师、复健师。当他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提供他及时的照顾。我要请教各位，1年1500元可以给阿正他需要的照顾吗？1年1500元有办法让阿正去接受复健吗？有办法让他拿回一点点健康的机会吗？1500元可以得到居家医疗的关怀吗？1500元可以提供每周到宅给那些照顾者一个居家喘息的服务吗？1500元可以让每一个在宅的弱势长者可以拥有医师、各管师、医疗团队共组的专属的烂群组吗？1500元可以让中风15年的阿正下楼走出门去里长家里唱一首《爱拼才会赢》吗？1500元可以让台北市的弱势者得到更好的保护吗？今年的疫情，我们很幸运的打赢这一场战，凭的就是社区跟居家照顾的基础建设。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社区快筛，可以继续提供居家照顾，包括送餐，没有停下来。长者的疫苗施打可以在社区，也可以在居家同时施打，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过去几年当中，已经开始建立了整个更完整的居家照顾的系统。其实政治只有3个原则：对的事情做，不对的事情不要做，认真做。这3个原则，事实上从21世纪资本论那一本书，用钱赚钱会比用劳力赚钱快，所以贫富悬殊一定会越来越厉害。为了应付这种局面，国家必须用2个方法：第一个是所得累进税，也就是说有钱人必须课更高的税；再来是社会福利必须偏向弱势。所以齐头式不分青红皂白的这种社会福利是不对的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虽然台湾每个县市都在花重阳敬老金，但是有哪一个社会学者、政治学者，甚至公共行政的学者肯出来替这种政策背书的？没有嘛？所以它是不对的。但是有问题，一个大家都认为不对的事情，为什么会在台湾存在？你想想看我们的整个台湾的社会福利照顾系统做好了吗？我们要每一个国中学区要成立日照中心，做好了吗？没有啊。我们的长照机构够了吗？也不够啊。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要去做什么日照中心呢？去做这长照机构，要去花重阳敬老金？很简单啊，短期的选票利益嘛。你去开那个社福机构，几年后要完工都不知道，就马上就花重阳敬老金，多快我还曾经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县市首长，就花了3000块给那个长者，还问他说：“阿伯你有欢喜不？”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直接花给我3000块，我会很高兴所以，为什么这个不对的事情会一直做下去？
短期的选票利益嘛，有人要去替台湾的长期发展去思考吗？还有一点，法令上立法机关不得为增加预算之法案。按照台湾地方自治法，就算你要增加预算的法案，你也必须说明财源要来自哪里。今天议会通过一个法令，要发重阳敬老金，可是他也不说明钱要从哪里来，不然你讲，你要排挤掉哪一个预算来花这个钱？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他说你可以举债啊，这是他们心里面想的话嘛。举债来发重阳敬老金，这不是今天台湾每个县市在干的事吗？每个县市负债累累，还在普发重阳敬老金，应该做长期的规划，日照中心、长照机构有人要去做吗？没有嘛。所以为了短期的选票的利益，放弃整个台湾的长期发展，这不是今天这个写照吗？我坚持理想，即使面对抹黑，我也不妥协的。很多人在选举的时候还讲这柯文哲取消重阳敬老金是对老人不好，一直在阿谀在散播。坦白讲，我也知道对我有点伤害，但是2018年的选举证明了一件事情：台北市已经有足够的市民愿意支持我理性、务实、科学的政治态度，愿意支持更长远的规划，而不是短期的利益。30年来，你们有看过国民党跟民进党混在一起吗？这次的公投不就是一个要4个圈，另外就4个叉？什么时候民进党去附和过国民党的议案？这也凸显到他们对台北的民意判断是错误的。他们认为他们在争取选票，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理想，他们错了。他们错在台北已经是一个勇敢而且进步的城市，他们错在台北已经是一个愿意为理念而战的城市，他们错在长者与年轻人期待的政治是理性、务实、科学，是长远的规划，而不是短期的政策买票。今年来，台北已经不一样了。今天2021年12月22日，今天是台北迈向一个进步城市的决战日。这件事情，也许对我个人的短期选票有害无益，但是我认为对台湾的长期发展却是重要的一步。我要恳请各位理解并支持台北市政府在议会提出复议案的决心。只有坚持理念、有效的长远规划，台北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对长者友善的进步城市。好，谢谢各位。